前阵子传出了伊朗警方禁止人们在公园遛狗，议会还有意要立法禁止养宠物。官方更说，在伊斯兰教义当中，狗是不洁的动物，早就应该禁止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伊朗禁养狗狗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警察宣布，在公园遛狗是犯罪行为，要严格的取缔。不久后，社群平台上面又出现了一段流浪狗在收容所内被杀害的影片，引发了许多动保人士的愤怒。那很多人就预测伊朗当局的下一步是要通过禁养宠物的法案，全面禁止伊朗公民进口、买卖、运输和饲养宠物。如果真的有需要饲养宠物，那就需要获得官方的同意，否则违规的人不只可能面临高额的罚款，宠物还可能被没收。动保人士指出，这种威胁饲主迫害狗狗的举动，当局早就行之有年，时不时就会端出新的禁狗方针，批评官方总是打着宗教之名胡作非为。但政府官员强调，饲养宠物的风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狗在伊斯兰教义当中是不洁的动物，会让民众感到恐惧和焦虑，所以应该要设法禁止，才能够保护公共安全以及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所以伊朗政府到底为什么这么反对人们养狗？真的是因为伊斯兰教讨厌狗吗？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冲刺多益分数，提高英文竞争力，或是想要学习日文、韩文，让自己追剧追星更顺利吗？曾经出版《大家的日本语》这本日文经典教材的大型书局，带着60年的专业经验，推出了大型线上教育平台，有专属的云端教学系统。在这里，你可以选择精心制作的线上课程，或是让专业的多国语言导师群带你1对1线上家教，也可以跟同学朋友组团参加专属的小班特制课程，大家一起学更有动力跟乐趣。而为了庆祝线上教育平台的开幕，大兴也提供了折价券给大家。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尝试看看免费的课程体验直播，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虽然现在的伊朗政府对狗并不友善，但在过去，伊朗也曾是爱狗大国。在波斯帝国时期，狗狗是备受爱戴的，因为当时的主流宗教祆教认为呢，善良忠诚的狗狗守护着通往来世的这个桥，所以对狗狗好呢，在来世也会有好报。后来，虽然伊朗的主流信仰变成了伊斯兰教，但在农村养工作犬来辅助狩猎或是农耕的状况还是非常的普遍。而到了20世纪，都市化的发展让人们对于工作犬的需求减低，转而变成是都市的中产阶级兴起了养宠物犬的风潮，连那时执政的这个巴勒维王朝的王室都有养狗，而他们还领先多数的西亚国家通过了动物福利法，成立动保倡议机构等等。但是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当中，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推翻了比较亲美跟开放的这个巴勒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反美政权，并开始以伊斯兰教义为本去立法和执政，而狗狗在伊朗的命运也就此改变了。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不断有议员提出禁狗的相关法案，不过伊朗一直没有真的立法禁止人们养狗。这10几年来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养狗，但与此同时，政府的禁狗手段也越来越激进。2007年，当局盖了一个环境恶劣的狗监狱，用来关那些被警察没收的狗狗。之后，每隔一阵子呢，警方就会祭出各种新的禁令，比如不准带狗去公园，不准开车载狗等等。违规的话呢，狗狗就有可能被没收，而饲主也可能被捕或受罚。还传出有人因为张贴寻狗启事就被逮捕，理由是他鼓励养狗，传播堕落。今年先是德黑兰警方宣布禁止在公园遛狗，接着又传出国会有意要立法禁养宠物。那虽然草案当中列举了很多动物，但各界的焦点还是放在狗身上。提出草案的议员呢，先是引述了女童被狗咬伤的新闻，表示狗威胁人类安全。之后又说人们跟动物住在同个屋檐下，会破坏传统的人际跟家庭关系，改变伊朗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而其他的官员呢，也不断援引宗教文本，说狗是污秽的动物，应该要一举消灭这种非伊斯兰恶习。不过伊斯兰教真的讨厌狗吗？在伊斯兰传统观念当中，确实有狗是不洁的说法。那这个观念呢，也对应到穆斯林的一些习惯或是规矩，比如说呢，不能够在狗狗前面的祷告，或者是呢，摸完狗之后必须要进行清洁仪式才能够祷告等等。普遍认为这种说法呢，是来自于先知穆罕默德的这个言行录，也就是所谓的圣训当中呢，有不少关于狗的负面描绘，比如像是狗不干净，养狗的人善功会减少，甚至在少数的圣训当中，穆罕默德还说过黑狗是恶魔，更下令要屠尽全城的狗。
不过有宗教学者指出，这些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圣训是由第三者转述，再由后人编撰的，很可能失真。而且同样在圣训当中呢，穆罕默德也曾经劝人要善待狗狗。最重要的是，可兰经中根本没有狗不干净或不好的说法，而且经文当中还说，阿拉所创造的万物呢都是平等的，都有各自的职责，所以狗更不可能是污秽或邪恶的象征。他们认为圣训中之所以会出现狗的负面描绘，很可能是因为古代狂犬病泛滥时，人们出于害怕，才会想要在圣训里面强调狗会携带疾病，威胁人类健康。那虽然伊斯兰教对狗的反感有它的历史由来但就伊朗当局反狗的状况而言，很多人认为背后真正的动机其实更世俗。普遍认为呢，伊朗当局近年越来越频繁禁狗措施主要是出自于政治因素。自于从伊斯兰革命之后呢，伊朗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反目成仇，还被这些国家给制裁。而养狗当宠物在伊斯兰世界呢，也多半被视为是西化的象征，而成为需要抑制的行为。因为现代人养宠物的模式，包含了让宠物住在家中、帮他们取名字等等的行为呢，主要是17世纪左右从欧洲兴起的。所以伊朗官员跟官媒就一再强调，跟狗狗建立友谊是对西方的盲目模仿，批评养狗的人只是爱跟风、爱炫耀。此外，在国际社会长期的经济制裁，加上近几年的疫情冲击之下，伊朗的这个经济状况也很惨淡。所以有人就认为，伊朗当局是想要用禁养狗狗的议题，激起社会正反方讨论来转移民怨的焦点。还有人指出呢，伊朗的经济状况导致他们的生育率越来越低，但官方却把这个现象归咎于狗狗身上，想要靠着禁养宠物来鼓吹生育率。比如说呢，有国会议员就说过，西方很多人爱狗胜过爱孩子，不能够让这些歪风入侵伊朗人的家庭生活。在伊朗国内呢，宗教领袖和保守教徒呢，多半都很支持禁狗，认为那些狗狗饲主被西方的文化影响，就无视伊斯兰教义，把狗带到公共空间去，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尤其穆斯林一天要做好几次礼拜，那如果公共空间到处都是狗，就会影响到比较传统的穆斯林，因为他们相信不能够在狗狗面前做礼拜，所以他们希望当局可以严格禁止这种事情发生。不过有很多人则是对官方的行动感到愤怒，认为这些举动背后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只是政府想要展示他们的铁拳罢了，也批评官方把精力花在抓狗、禁狗身上，却不好好改善国家的经济问题。那虽然有许多饲主很恐慌，不敢再带爱犬出门但也有人比较淡定，觉得官方时不时就有新动作，每次都提心吊胆的话呢，只会没完没了，而且认为警察到后来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稍微避个风头，或是跟警察打好关系，贿赂一下就好了。不过对于那些没有饲主的狗狗来说，情况恐怕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在官方开始推出禁养措施的时候呢，也一直在打击流浪狗。根据报道，伊朗警方呢时常会射杀流浪狗，有些城市还会去请专门的承包商固定去清除流浪狗。近几年呢，常有官方杀害流浪狗的案件传出，但往往等风波过后，几年后又会发生一样的事情。比如2019年，一段政府承包商杀害流浪狗的影片就曾经引发民众的抗议，而到了今年中又出现类似的影片，据说是官方在收容所里面杀害了1700多只的流浪狗。有很多的动保团体一直在积极的采取行动，救援这些命在旦夕的狗狗，比如成立流浪动物之家，并开放世界各地的人领养，或是发起抗议请愿行动等等。在伊朗的大布里市呢，就一位妇女卖掉了自己的家当，到处募款跟贷款，开了一个狗狗庇护所，并跟动保团体一起组织各种倡议活动，最后成功的说服了当地政府，让大布里市成为了全伊朗第一个禁止杀害流浪狗的城市。那虽然在其他城市流浪狗的处境还是很糟但有动保人士说，伊朗大众的动保意识一直在上升，比如批评政府虐待狗狗的声浪越来越大，领养流浪狗的人更是不断增加，所以他们还是相信，只要他们够坚持，就能够把大布里市的状况复制到全国。我们最初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只是觉得不准养狗也太奇怪了吧？但深入查之后呢，才发现伊朗官方禁狗的背景真的蛮复杂的，有历史、宗教、政治和经济等等各种面向的因素。不过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有养狗所以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很难受。那撇开我个人对于狗的喜爱来说，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伊朗官方禁狗的理由。根据多数官员的说法呢，他们并不是因为狗狗真的对人类有什么重大危害，或者出于什么实用的
的这个需求才要禁狗，而是因为官方对于狗的存在有着特定的解读，认为它们是不洁的动物，是西化非伊斯兰象征。那这就仿佛在说，狗仅仅因为它们是狗，就得遭到政府的打压。我们认为对于狗狗这个生物要怎么样解读，要赋予什么样的象征意义，都是每个人的自由，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政府要把这种解读当成是理由去推行禁狗政策，我们觉得就会有问题了，因为这样的解读是很主观的。那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真的有客观或是公认的看法，只因为象征意义就动用公权力去限缩人民的自由，或是剥削动物的生存权，我们认为这样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用一个比较浮夸的例子来说，假设呢今天多数人都认同说，因为黑色呢是代表邪恶的颜色，然后政府就说，那穿黑衣服的人呢都要抓起来关，黑猫黑狗都要安乐死，我想这样大家也不会接受吧。那虽然这整件事情我们觉得有点不可理喻但让我们庆幸的是，很多伊朗人呢也不同意政府的做法，认为身为一只狗并没有罪，更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狗狗。好的，那最后呢就想来问大家对于伊朗官方的禁狗政策你会怎么看呢？很残忍也很荒唐怎么可以因为讨厌狗就不准人们养狗，还杀害流浪狗呢？ B 这也是宗教原因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尊重吧，毕竟每个地方的文化背景不同。C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到处都有草管人命的政权，草管狗命也不足为奇吧。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伊朗为何要禁养狗狗。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毛小孩数量激增以及该不该禁养比特犬。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